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The Cozy Chinese， 我是 Amy。我是 James， 大家好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的节目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点赞这个视频哦。对，你们的支持对我们真的很重要。James，你今天怎么样？还不错，就是有点累。你呢？我很好。今天天气真好啊，阳光明媚的。是啊，比昨天好多了。昨天又冷又下雨。对，那你上周末做了什么？我在家看了中超比赛，很精彩。听起来很放松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学习一个非常实用的话题，什么话题？如何用中文谈论你的昨天。哦，这个很有用。每天我们都需要说昨天发生了什么。没错，我们会分享一些真实的故事，教你们实用的词汇和句子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好，我先来分享我昨天的经历。昨天真的很有意思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早上7点就醒来了，比平时早很多。为什么这么早？因为我哥哥给我发了微信消息，他养了一只新的小狗，发了好多照片给我看。哇，小狗，一定很可爱吧？超级可爱，是一只金毛。我看完照片以后就睡不着了。那你做了什么？我想，既然睡不着，不如做个丰盛的早餐。你做了什么？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了。我本来想做6个煎饼，结果做了12个。什么？12个？你怎么做到的？我把配方看错了，我以为是要加2倍的面粉和鸡蛋，结果就做了12个煎饼。哦不，那么多煎饼你吃得完吗？当然吃不完啦，我只吃了3个。那剩下的9个呢？我想到楼下的王大爷，他是一个很好的老人，经常一个人在家。哦，这个主意不错。对，所以我拿了6个煎饼下楼，送给王大爷。他怎么说？他特别开心，他说：“谢谢你，小伙子，你真是个好孩子。”真温暖。那剩下的3个呢？放进冰箱了，今天早上我热了一下，当早餐吃的。完美，一点都没浪费。对啊，那你的早上呢，Amy？你昨天做了什么？等等，在我分享之前，我们先来学习一些重要的词汇。好主意，这些词汇来自我刚才的故事。没错，我们今天要学4个关于早上的重要词汇。第一个词是什么？第一个词是醒来，意思是从睡觉中醒过来。比如，我昨天早上7点醒。很好，再来一个例子。他今天很早就醒来了。第二个词是做早饭。对，意思是准备早餐。我做了煎饼和豆浆。或者他不喜欢做早饭，总是在外面买。还有一个例子，周末我会做大份的早饭，因为有时间。第3个词很重要，是给。意思是把东西给某个人。我给了邻居6个煎饼，他给我发了一条微信消息。还有，请给我一杯水。最后一个词是决定，意思是做一个选择。我决定做早饭。他决定买白色的鞋子。好，现在我们快速说一下语法。别担心，非常简单，我们只说了这个字。了放在动词后面，表示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了。例如，我醒了，我吃了早饭，我去了银行。但是要注意，如果是习惯，不要用了。对，比如不要说我总是了喝咖啡，应该说我总是喝咖啡。好了，语法部分就这么多，很简单，对吧？超级简单。现在让我来分享我昨天早上的故事。好吧，我要坦白一件事。昨天早上我犯了一个错误。什么错误？
我在给我的植物浇水的时候，不小心把水洒在了一本书上，哦不，什么书？是图书馆的书，一本关于种花的书。天哪，你怎么办？我当时真的很紧张。我有14盆植物在客厅。14盆，这么多。对，我很喜欢养植物。我在浇水的时候，手不小心碰到了水瓶。然后水就洒在书上了。对，水洒了一大片，在书的封面和前几页上。你做了什么？我赶快拿纸巾来吸水，然后把书放在窗户旁边晾干。书现在怎么样了？书页不太平了，有点皱，但是还能读。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件事吧。好啊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从错误中学习。第一个问题，发生了什么？我把水洒在了图书馆的书上，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不小心手碰到了水瓶。第三个问题，你有什么感受？我很紧张，很担心，还有点害怕。第四个问题，你学到了什么？我学到了以后，浇水的时候要更小心，不要把水放在书旁边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以后会怎么做？我会把水瓶放得远一点，在浇水之前，先把书和其他重要的东西拿开。很好，这就是从错误中学习。对，现在我想问问我们的观众，问什么？你昨天有没有犯什么小错误？在评论里写下昨天我不小心，然后告诉我们你的故事。对，我们想听听你们的经历。好，现在我来分享我昨天下午的事情。你下午做了什么？我去了银行，去银行做什么？办理一些文件，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我要对你们说实话，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。说吧，我们在听。我在银行等了45分钟。45分钟，这么久？对，我就坐在那里，一直玩手机。很多人都这样。但问题是，我其实不需要去银行，什么意思？我本来可以在网上办理这些文件，用银行的 app 就可以了。那你为什么不用呢？因为我懒得学怎么用那个 app，哦，我明白了。我浪费了自己的时间。45分钟，我本来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例如什么？比如读书，或者学习新的东西，或者运动。你说的对。这不是一个好习惯，我需要改变。你打算怎么改变？我决定这个周末学会怎么用手机银行，这样以后就不用再浪费时间了。很好的决定。现在我们来做一些实际练习。我们会给你们4个场景，然后展示怎么回答。第一个场景，在咖啡馆。问题是，你昨天去了哪里？你可以说我去了星巴克，或者我去了瑞幸咖啡，点了一杯拿铁。还可以说我在咖啡馆工作了2个小时。第二个场景，在公司，问题是，你昨天在公司做了什么？我开了3个会，我和同事一起吃了午饭。我加班到晚上8点，完成了一个项目。第3个场景，周末活动。问题是，你昨天周末做了什么？我去了健身房，锻炼了1个小时。我在家看了一部电视剧。我和朋友一起去逛街，买了一些衣服。最后一个场景，家庭晚餐。这个场景在中国文化里很重要。问题是，你昨天晚上和家人吃饭了吗？我和爸妈一起吃了火锅。我们去了一家川菜馆，点了麻辣香锅。我在家做了3个菜：红烧肉、炒青菜和西红柿鸡蛋汤。很好，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句子。现在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件私人的事情，什么事？是关于我的一个坏习惯。我们在听。以前每天晚上睡觉之前，我都会在床上看手机，看什么？看微信、微博、小红书，各种各样的东西。
看多久？有时候看到凌晨1点、2点。哇，这么晚。对，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就特别累。没有精神工作。对，整个上午都很难集中注意力。那你是怎么改变的？有一天，我妈妈给我打电话，她听到我的声音很疲惫，他说了什么？她问我：“你最近睡得好吗？你的声音听起来很累。”然后呢？我当时突然意识到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我需要照顾好自己。你做了什么？我试着把手机放在离床远一点的地方，但一开始真的很难。为什么难？因为我习惯了，我总是想拿起手机看看有没有新消息。后来呢？我买了一个闹钟，不再用手机当闹钟，晚上我就看书，不看手机。现在怎么样了？现在好多了，我每天晚上11点左右就睡觉，早上起来精神很好。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。对，我想告诉大家，小小的改变可以带来大大的不同。好，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学到的重要内容。我们学了3个重要的教训。第一个教训，谈论昨天很简单，对，你只需要用过去式的动词，比如醒了、去了、吃了、做了。不需要复杂的语法，就这么简单。第二个教训，把你的一天分成3个部分，早上、下午、晚上，每个部分说1-2件事就够了。用然后、之后来连接你的句子。第3个教训，犯错也没关系。对，就算你说我昨天去了公园，语法不完美也没关系。重要的是你在练习，不是追求完美。每天进步一点点就好。现在我们想给你们一些小小的行动建议。我们叫它小步骤。第一个选择，中文学习，每天用中文说1句话，描述你昨天做了什么。第二个选择，睡眠，晚上早点放下手机，好好休息。第3个选择，运动，每天走路10分钟，或者做一些简单的运动。第4个选择，早餐，每周做一次健康的早餐。第5个选择，你自己决定，选一件小事，不超过5分钟就能做完的。我选择每天晚上早点睡觉，不看手机。我选择每天用中文练习说昨天的事情。你会选择哪一个？在评论里告诉我们吧，我们很想知道。好，在结束之前，我们快速复习一下今天最重要的4个词汇。第一个，醒来，我早上7点醒来。第二个，做，我做了早饭。第3个，去了，我去了商场。第4个，吃了，我吃了火锅。很好，记住这4个词，你就可以谈论你的昨天了。我还想说几句鼓励的话。请说。学中文就像养成一个习惯，每天练习一点点，慢慢的，你就会越来越流利。不要害怕犯错，错误是学习的一部分。今天你说我昨天去了公园，明天你就能说更多更复杂的句子。现在让我告诉你们下一集的内容。下一集我们要学什么？下一集我们会学习怎么谈论你的计划。比如，明天我要做什么？下周我想去哪里？我会分享我的旅行计划。我会说说我的健身目标。你有什么计划吗？好，现在我们想问你们一个问题。你昨天做了什么？在评论里用中文写下你的答案。比如，我昨天去了超市买了一些菜，或者，我昨天在家看书，很轻松。或者我昨天和朋友一起吃了火锅，很开心。你也可以用总是、经常、有时候这些词。我们会看每一条评论，也会回复你们。
非常感谢你们今天和我们一起学习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点赞。你们的每一个小小的支持，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。我们下次见，再见。拜拜。